家好，欢迎回来，我是Ian。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 Vue 3的样板语法中的 v-on。我们会由深入浅地介绍，让大家使用 v-on 来监听网页上面的所有的事件，让你的网页真正的动起来。话说太多了，我们开始吧。v-on 是 Vue 3用来监听事件的指令，无论是点击、输入还是滑鼠滑过，任何使用者的动作都会被它精准捕捉，并立即执行你的处理的函数。v-on 的核心逻辑就是使用者动作让事件 v-on 监听执行函数改变资料，画面重新渲染。我们已经知道 v-on 就像一个监控雷达的功能，当条件被触发的时候，就会执行我们设定好的函数。虽然标准写法是 v-on， 可是我们更爱的是使用 at 这个特殊的关键字，比如 @click， 这就是监控点击的事件。我们先来示范 v-on 的基本的用法，在 script 里面建一个处理点击事件的函数，叫做 handleClick。这个函数很单纯，执行时在控制台输出按钮被点击了这个行字。接着我们要在样板里新增一个按钮，使用 v-on 去监听按钮的点击的事件，然后我们刚刚写好的函数要设定进去。完成后，我们来测试看看。我们可以看到控制台输出了按钮被点击了，这代表我们成功透过 v-on 监听了点击的事件。再来，我们把 v-on 改成 Vue 多写 at 这个小老鼠的关键字，我们再建立一个新的按钮来看看。我们再测试看看，我们按这缩写 at， 结果也是出现了第二个同样的按钮被点击的事件，结果测试也是一样，控制台同样正常的输出，这证明 @click 就是 v-on click 的缩写，功能完全相同，但写起来比较简洁。有时候我们只要执行一个小动作，比如加一，或者是把一个画面给关掉。这时候如果我们要建一个函数来处理，有一点太麻烦了。好加在 v-on 有提供内砍式处理的方式。你们看左边的程式码，我们在 button 里的 @click 设定了 count 加，当点击被触发的时候 ，Vue 会在样板层直接执行这段程式。这种写法最大的好处就是直觉，你不用在程式和样板之间来回的切换。虽然这样子的写法简单又快速，可是有时候会造成程式的混乱，不好阅读，所以还是要依照团队的写作方式哦。我们要来示范 v-on 的内砍处理的写法，在 script 里面建一个 count 的变数，并在样板里显示出来。我们现在把 count 显示出来了，这个变数是要拿来叠加的。接着我们来建立一个按钮，把内砍的写法的 count 加设定进去。完成了，我们来测试一下。我们点击按钮。
我们会发现我们的 count 从0变成1，再点击一下从1变成2，有累加的功能。我们要怎么样在事件发生的时候，将我们需要的参数带入我们所设定的函数里面呢？在 Vue 中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我们只要在括弧内把我们要的变数带入，这样子就好了。我们现在要示范将我们所需要的变数带入函数当中，因为这个程式雷同上一个程式，所以我们已经布置好上一个程式。现在我们要来建立一个 add 的函数，让我们能够带入参数。我们要带入的参数是数字型别，让我们能够跟 count 来相加。现在我们的 add 的函数已经建立好了，我们现在要来把 button 的 add click 的事件来更改里面的内容，变成 add， 然后我们要带入一个1的数字，这样子我们就做到跟上一个范例一样的功能了。我们现在来测试，当我们按一下的时候 count 值就变成1，按第2下的时候 count 值就变成2，这样子就有累加的功能了。看我们现在要把参数传入到我们设定的函数里面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有一些情况，我们必须要取得事件的原本的物件，因为我们要取得更详细的资料。在 Vue 3里面，我们可以使用前置号加上 event 这个变数来取得事件的原本的物件。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要设定一个匿名的函数，在参数设定一个叫做 event 的变数，我们这样子也可以取得到原本事件的物件。我们现在要来示范如何取得到事件的物件。我们要来利用 input 的栏位，然后来取得它的input 的事件的物件，让我们把 input 里面的资料显示在我们的网页上。我们现在我们的范例已经完成了，我们现在来测试。我们在 input 的栏位上随便输入文字，下方就会出现我们输入的文字的内容。我们这边已经得到我们的事件的物件，我们就取得到我们输入的内容了。我们这边使用了前置号 event 这个变数，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取得到 input 事件的物件，让我们能够来取得到这个 input 我们输入的文字的内容。Vue 3支援所有原生的事件，在画面上面看到的是我们常常会使用到的事件。首先是 @click， 在所有的元件上面都有点击的这个事件。接着就是处理文字的最关键的2个事件，一个是 @input， 一个是 @change。大家要注意哦 ，@input 这个事件，当你每打一个字，它就会马上就反应，所以非常明灵。所以使用这个事件的时候要非常小心。然后 @change 这个事件是，当你输入完成之后，你的滑鼠移到别的位置，就是当失焦的时候才会有所反应。当我们使用 @keydown 或者是 keyup 的时候，使用者按了哪一个按键，我们都能够捕捉得到。最后，我们如果想要侦测使用者什么时候移入你的元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 @mouseover 这个事件。当使用者移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一些特效或者是其他的动作。我们在建置表单的时候，当使用者按下动出或者是按下 Enter 的时候，会透过 @submit 这个事件来通知我们。
我们要使用一个范例来呈现所有的我们常用的事件，为了让大家好了解，所以要分开建立。先来建立4个变数，分别是栏位的名称、操作的状态跟最后的按键值、送出资料的次数的值。再来，我们要来建立呈现这些资料的样板。我们把画面的样板完成了，先来将 input 的事件加入到程式当中。然后我们测试 input 的事件，我们随便输入一些文字。我们看到状态变成正在输入，并且加上我们输入的文字，所以我们看到 input 的事件的响应的效果了，反应的速度真的很快。当我们在做一些功能的时候，比如说像资料库查询功能，就要特别小心，不然会造成多的效能的开支。接下来我们要把 change 相关的程式加入到程式当中。我们把程式都加完了，我们也来测试看看，再随便打，然后我们现在这边看到，当我们的资料改变时，然后失去焦点的时候才响应。我们刚刚把滑鼠移到别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发现已经出现内容已确认状态的改变。我们现在已经了解 onAtChange 的事件是怎么发生的。当我们输入完资料，将滑鼠延及到其他的画面的时候，就会出现内容已确认失去焦点这个效果。接下来我们要把 @keyDown 和 @keyUp 相关加到程式当中。
我们已经完成程式了，我们来测试。当我们按下任何一个按钮的时候，就触发了 at keydown 的事件了，然后会出现按下某键的状态，接着就会触发 key up 的事件，马上就会改为按钮已放开的状态讯息了。好了，接下来我们要来将 at click 和 at mouse over 的事件来加入到我们的程式当中。我们现在来测试。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滑鼠移入按钮时，就会触发 mouse over 的事件，会改变状态为滑鼠进来了。当按下按钮时，会触发 at click 的事件，会清空资料，并将状态改为资料已清空。最后，我们要把 at submit 的事件加到程式当中。现在我们来试试看。当我们输入资料后，按下送出的按钮，可以看到现在表单上已经出现目前资料为111的提示，并叠加送出的数值显示在画面上面。现在我们对于常用的事件，不管是使用的方式或者是功能，我相信大家都有充分的了解了。希望你能够喜欢我的分享。如果你喜欢我的分享的话，请帮我点个赞。如果还没有订阅的朋友们，请帮我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有最新的更新的时候就会通知你。好了，我们不再多说了，我们继续下去了吧。了解了常用的事件之后，我们还是要去处理一些麻烦的事情。在以前 JavaScript 的时候，我们都要来处理冒泡的事件。我们在 Vue 里面有很方便的方法，能够来做到阻止冒泡事件，那就是事件的修饰符。Stop 是专门来阻止冒泡事件的。你如果不希望其他的元件读到冒泡事件的话，就使用 Stop 这个修饰符。Amen 是用来阻止表单 submit 时的跳转的功能。如果有一个功能只希望能够触发一次的话，就使用万时这个修饰符。这个修饰符非常的好用，你必须要真正点到元件，它才会触发。最后，你如果有在监控滚动的事件的话，最好是加上 parser 符，这是告诉浏览器说你不会阻止滚动的事件。最后，你如果有在监控滚动的事件的话，最好是加上 parser 符，这是告诉浏览器说你不会阻止滚动的事件。我们要示范事件的修饰符，我们先来把功能的主画面给建好。
主画面里面比较特别的有一个事件的响应讯息的列表。再来，我们来建立 DAP 的修饰符。我们来看一下 HTML 里的区块，使用一个 div 包着一个按钮，在 div 和 button 都有监听 click 的事件。button 不同的是有加上 stop 的修饰符。我们来试试看按钮的功能。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下面这边，我们按了一次之后，它只有在按钮上面的点击的响应有回复讯息，然后在 div 的外层容器上面的讯息没有被输出，这个讯息没有被输出在这个事件的记录上面。我们现在这样子可以知道 stop 的这个修饰符是可以阻止冒泡事件往上传递，然后我们就可以简单的就使用了 stop 这个功能，这样子就可以阻止冒泡事件了。那我们继续建立 prevent 修饰符。我们建立好了 event 的区块了，我们来看一下 HTML 的区块，里面有一个连接，这里面有一个这个连接，然后在连接上面监听了点击的事件，并加上了 event 的修饰符，来试试看点击连接会发生什么事情。结果我们可以看到，点击连接的跳转的事件已经被阻止了，因为我们的这个页面没有转到 Google 去，所以如果想要阻止什么动作的话，就可以使用 prevent 这个修饰符。再来，我们建立 self 的修饰符。我们也看一下 HTML 的区块里面使用 div 包着按钮，同样的 div 和按钮也都有监听着点击的事件，不同的是在 div 的点击事件上面加了 self 这个修饰符。我们点击按钮试试看，我们先清空事件的记录，点击按钮。然后我们这边出现了按了点击按钮的讯息，然后我们再按橘色这一块，你看按橘色这一块才会出现橘色这一块的触发的讯息。我们可以看到点击按钮只有按钮有响应 ，div 没有响应 ，div 必须点到 div 本身才会有响应。大家可能会觉得这好像跟 stop 的修饰符很像，不过是不一样的。stop 修饰符是阻止事件的往外扩散，prevent 这个修饰符不管是内部的冒泡事件，或者是其他的什么的响应，它都不管，它就只理真正自己的响应的事件才会响应。再来建立万时的修饰符的功能。
我们一样先来看 HTML 的区块，我们建了一个 button， 监听了点击的事件，并加上10的修饰符。我们来试试看功能。我们先点一次，这个讯息有出现了，我们再点第二次。结果发现没有第二次的讯息，点击第一次时有响应，第二次就没有点击的响应的事件。这就是10的修饰符的功能，可以用在只需要监听一次的功能。来建立捕获的修饰符的功能。我们已经完成了捕捉的修饰程式了。那我们来看看 HTML 的区块，一样是包着 div 包着按钮的格式 ，div 和按钮都有监听点击的事件，在 div 上面加上捕捉的修饰符，在按钮加上阻止气泡的修饰符。那我们来试试看，我们先把事件记录清空，然后按点击。这个事件最新的是在最上面，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我们在按钮上面是有阻止气泡的，可是在 div 也是可以捕捉得到。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按钮上面有没有加上 stop 的修饰符，结果 div 都可以捕捉到按钮的点击事件。最后我们来建立 parser 符的修饰符的功能。我们现在已经完成 parser 符的修饰符的程式了。我们来看一下 HTML 的区块，里面使用的 div 包着 p 的元件，在 p 上面有使用 v-for 这个指令，然后我们会产生出10个 p 的元件，让这个 scope bar 的长度能够变长。然后我们也在 div 上面监听了 scope 的事件，并使用 parser 符的修饰符来看看功能是怎样。我们有发现这边的讯息出现，我们滑动的时候也不会减低它的流畅度。我们可以看到滚动的功能并没有因为监听事件里面的程式造成滚动延迟的状况。到这边，相信大家对事件的修饰符已经有充分的了解了。那我们现在就进入键盘的修饰符部分咯。在开发表单或者是游戏的时候，我们常常要来监控键盘的事件。在 View 3，我们不需要来记按键的代码，我们直接使用按键的名称就好了。最常用的就是 Enter 这个修饰符，让使用者输入完之后按 Enter 就可以送出了。还有一个贴心的设计就是 Delete 这个修饰符，它很聪明，它会同时帮你监听 Delete 和 Backspace 这2个按键。如果你有在做地图或者是小游戏，一定会去监控方向键，不管是 Up、Down、Left、Right 这4个按钮都会监测到。键盘的修饰符是可以组合功能的，比如说如果用 @click 点
Ctrl，就代表使用者必须按着 Ctrl 再点击才有用。这边有一个小细节，如果你写 @keyup 点 Ctrl 的话，只要 Ctrl 被按下去就会触发，就算你按了 Shift 也会触发。如果你希望精准到只有 Ctrl 这个按键的时候才会响应的话，这时候Exact 这个修饰符就可以派上用场。现在要来示范键盘修饰符的功能，一样先来建立主画面的元件。我们已经完成主画面的建立了。我们这边分为3个部分，先来建立常用的按键的修饰符。我们常用按键的修饰符已经完成了。我们来看一下 HTML 里面只有 input 元件，在 input 上面监听了 @keyup 的 ent、esc、delete、type 还有 space 的修饰符，在 type 的部分多了 prevent 的修饰符，为了不让元件失去焦距，不让按了 type 就跳到下一个元件。然后我们来测试按钮的效果，我们来测试常用的按键的效果。这边我们按 Enter， 它有送出表单的事件响应，然后我们按 Delete， 它就有删除的动作。然后我们刚刚修正了 App 的监控的事件，我们刚刚监控KeyUp 点 Tape 的时候，它的焦距还是会被没办法阻挡。那我们再来测试 App 键。现在就 App 的拦截已经被拦截了，然后我们来试空白键，空白键也被拦截在最后面的 ESC 的按钮，然后触发 ESC 的按钮，所以我们可以把常用的按键的修饰符，我们已经知道该怎么使用了。我们再来建立方向键的修饰符。我们这样子就完成了方向键的测试的程式了。我们来看一下 HTML 的区块里面的 div 监听的 @keydown 的 up、down、left、right 这几个修饰符响应之后，它会回复讯息。我们来测试，分别是上下左右的按键，我们要先点击这个区块才能测试。我们先按上、下、左、右，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按了上下左右之后，都有看到事件的响应，所以测试功能是正常的。我们再来建立键盘的精准的修饰符。
我们已经把精准的修饰符的范例已经完成了。我们一样先来看一下我们刚刚建立的 HTML 的区块，里面有5个按钮。这边分别为第一个是普通的click 的事件，然后再来就是 click 再加上要按行错的click，然后这边是只能够有行错的按钮的click，然后这边是只能按着 meta 加 click，这边是只能 alt 加 click，就这3个。这5个按键，然后这是分别的，然后我们来测试看看，先按普通点击，然后我们这边跟着上面写说只行错加 Shift 按钮啊，我的这个不行，我加别的按钮啊，我的系统没有办法按行错加点击，我们测试第3个，我的这个行错没办法用。然后我现在测试这个就有用了，我这个扛面加点击，我按其他，如果其他的键加进来，它就没办法响应，只能够精准按旁面加点击。我们可以看到，没有加上精准的修饰符时，只有监听的按钮时就会响应。只要当加上精准时，就一定只能够有设定的按钮才会响应。看了这么多的按键的组合修饰符，相信有充分的了解了。我们就继续下去滑鼠按键的修饰符。在 View 3里，我们不只能够监听到点击的事件，还可以监听到你的滑鼠哪一个按钮点击的事件。这就是滑鼠按钮修饰符。这边最基本的3个就是 Left、Right 跟 Medial。常见的功能就是拦截右键按钮选单的功能，可以让你自己制作你自己的精美的右键选单哦。不过这边有一个小细节，我们都叫滑鼠左键和右键，不过在 View 3里面称为主要、次要。为什么这样子分呢？因为有左手滑鼠、右手滑鼠的时候，左右键是不一样的，所以在 View 3里面就统一叫主要、次要和辅助这3种功能。在滑鼠板也是一样，点1下、2下的分别也都是一样的。这些修饰符能够让你的网页自动判断使用者硬体的习惯，这就是使用 View 3开发的轻松的地方哦。我们要来示范滑鼠按键的修饰符的功能，我们也是一样，先来建立主画面的元件。我们现在已经把主要的画面给建立好了，然后我们再加入滑鼠按钮的修饰符的区块。我们把滑鼠按钮的修饰符已经完成了，我们一样来看 HTML 里面的这个 div，然后监听了滑鼠的右键、左键，然后跟中键这边
不同的是，右键跟中键是使用 @click 这个事件，然后这个右键是用 @context menu 这个事件来做响应右键的按钮。那我们来测试看看，我们先用左键，然后我们这边看到有左键的响应，然后我们按右键。右键也有响应，我是用触控板，所以我没有中键，所以这个我就不测试了。然后我们看到左右键都有正常的响应，经过这个滑鼠按钮的修饰符的范例，大家知道应该怎么使用了。恭喜大家，我们已经完成 V 按和相关的修饰符的使用方式和注意事项了。下一集我们要来聊聊更精彩的话题。表单绑定，我们会说明 V Model 指令，千万不要错过哦。如果你在实作中有遇到什么问题的话，或是对什么有疑问，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我会为你亲自解答。荧幕旁边是我为你推荐的其他的影片，有兴趣的朋友一定要收看哦。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